Paravision 是一个国际电子竞技俱乐部，总部位于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成立于2023年。这个位置大家可能听着有点熟悉，就是裂缝游乐场的举办地。一开始他们运营的是 CS2 战队，到目前为止，他们旗下也只有 CS2 和 Dota 2两个项目。PV 在2024年10月进入 Dota 2领域，位于独联体赛区。最开始的阵容是水晶、No1、DM、9Cas、Ducalis，其中 No1 是队内老大哥，水晶也是打出过成绩的知名选手。组队1个月后，第一次参加1级赛事的 PV 获得第4，组队2个月后，在同年12月的 ESL 曼谷站获得冠军，可谓出道即巅峰。在这个比赛 ，No1 作为老将，时隔6年再次捧起奖杯。25年1月，当时已经打出名气的天才少年 Satanic 为了给 Yatoro 让位，被雪碧降为替补。PV 看准机会，在第2天就租借过来，换掉原本1号位水晶。当时很多人纳闷，他们已经打出了不错的战绩，看上去未来可期，为什么夺冠后不到1个月就换人？关于这次人员调整，官方和小道消息都没有特别的故事。有论坛中提出分析，可能是因为身为荷兰人的水晶俄语说的不是很好，而队内其他人母语都是俄语，身为俄罗斯人的 Satanic 在这方面更合适。几个月后，水晶在一次采访时抱怨过 PV 把刚拿到冠军的他踢了。换人后的 PV 在25年初依旧延续了强势的表现，接连获得比赛前3。4月 ESL 罗力战获得冠军，这次夺冠意味着他们已经是世界强队。在决赛中，对手正是 Satanic 老东家雪碧。夺冠后 PV 高歌猛进，成绩非常好看。6月份在梦幻联赛 S26 获得这赛季第3个冠军。在这个比赛中 ，Satanic 展现了强者姿态，被列入顶尖1号位的讨论范围。25年赛季末的2个重要赛事 TI 和石油杯 ，PV 都获得第3，看上去成绩很不错。但他们在面对最顶尖的比赛时，像是撞上了一堵实力墙，接连无缘决赛，并且和淘汰他们的对手都有故事。在石油杯半决赛，他们被雪碧淘汰 ，Satanic 连选2局末日都输了。Yatoro 赛后采访称 ，PV 英雄池不太行。季军争夺战，他们战胜石头人，对手1号位正是水晶。在 TI 败决，PV 输给叉机后 ，Satanic 在直播中说，以 AME 的战绩不配进入决赛。结合此前他们和叉机的多场对局 ，PV 先是在石油杯淘汰叉机，随后他们参加雪如意被差距淘汰，还公平质疑观众爆点。再到这次 TI 败决输给差距，赛后采访又说了爆点问题，从赢到输 ，Satanic 很可能是破防了。总结 PV 这个赛季末的成绩，2个第3名看似还好，但他们应该是很不满意的，甚至表现出了急躁。新赛季 PV 保留原本阵容，并且在第1个比赛选择休息，回来后就有点不在状态，接连2个比赛没什么存在感。12月3日 ，PV 和教练 Astini 分道扬镳。几个月后 ，Astini 在采访时说了一部分原因，大概可以总结为：随着成绩变好或者共处时间变长，选手逐渐膨胀，教练话语权下降。例如在选人时，他明知一个英雄不好，但选手还是要选，结果输了后教练被喷。说到这，大家有没有联想到谁？然后就是战队成绩不好，队内气氛僵化，最终 Astini 觉得这样下去无解，于是主动离开。这哥们儿也挺有意思的，他在采访中说想合作的选手时，提了 PV 队内的4个名字。那么他之前的一通抱怨指的是谁？感觉有点明显。说回 PV， 他们的下一任教练是 Poppy。TI1 冠军成员，在此前，他身为选手一直打到25年12月份，那时他35岁，并且从14年秘密战队成立之初就加盟，一直待到26年秘密战队解散，这确实值得一说。另外，秘密没有获得过 TI 冠军。新教练到来后，仅经过1个比赛，他们又换了3号位。被换的 DM 透露了原因，他认为自己和战队新的游戏理解有出入。根据此事可看出教练对于团队的影响。新的3号位 SSS 到来后，初期效果一般，毕竟既是新教练，又是之前没打过1级赛事的新人，所以当时外界并不看好这支战队能快速重回巅峰。但接下来的操作很有意思，可以分为2件事，我认为都对 PV 有很大利好。PV 在4月和5月参加了2个2级赛事，并且夺冠，战队获得了冠军 buff。另一件事影响可能更大，他们在4、5月份时和 Index 完成互换3号位。鉴于之前 PV 一通操作，这次互换队员在外人看来赚到的可能是 PV， 但实际上先手的是 Index。他们在参加3月份的瓦拉吉亚 S7 时，因为队内3号位 Notion 签证没过，借用了正在 PV 替补席上的 DM， 然后他们拿冠军了。1个月后，瓦拉吉亚 S8， 他们又借用了 DM， 理由还是签证问题。这时
Yandex 的原3号位 Notion 也听到了一些传闻，他们队的其他人认为跟 DM 一起组队更好。这在后续采访中被证实。Yandex 一名队员解释其原因是 DM 英语沟通不太好，另外 DM 和 Notion 都是俄罗斯选手。感觉到事情逐渐不对劲的 Notion 灵光一现，主动联系了 PV， 随后他以替补身份加入 PV， 后者果断放弃了 SSS。Notion 帮 PV 打了2个比赛，一个是之前说过的2级赛事，拿了冠军，另一个对 PV 来说更关键，在5月份的梦幻联赛 S29， 他们在沉寂了11个月后，终于又捧起了奖杯。至此，那还有什么说的？双方互相换人后，4个比赛拿了3冠，于是正式敲定转会协议。从几个月后的结果来看 ，DM 又重回职业赛场，并且还是顶尖战队。Notion 跟随 PV 拿到了 EWC26冠军，唯一受伤的只有 SSS。另外 ，DM 转会到 Yandex 的第一个比赛，5月份进行的 Blast S7，Yandex 又夺冠。那段时间感觉整个刀圈被这2支队玩穿了。另外，在这个比赛的季后赛 ，PV 因为签证问题没去，但公告中没说是谁。随后就到了26年赛季末的 EWC。PV 和 Yandex 在赛前同为夺冠大热，一路顺利会师半决赛。因为之前的种种故事，不敢想象各自的3号位有多想赢。最终 PV 淘汰 Yandex， 并拿到 EWC 冠军。最后总结 ，PV 从建队到取得 EWC 冠军这2年时间，发生了很多故事。他们的多次人员调整都伴随着争议，似乎可以说他们的目的性非常强烈。或许这也是他们比较快速就能取得成绩的原因之一。至于黑料，但其实站上聚光灯的舞台，哪支战队没有点故事？对于他们自己来说，这个冠军应该算是实现了目标。另外，他们夺冠后，前教练又站出来说 ，PV 的个人能力很强，但整体战术配合不太行，让我更期待他们在 TI 的表现。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